当一条江河被斩断11次，成为西滇东宋的标志性工程；当1000座山峰被夷为平地，成为货轮上的沙石和水泥；当1万个人的家乡永远淹没水底，成为库区移民的一部分。正在发生的这一切告诉我们，人与江河的关系远比想象中紧密。这是广西武宣的码头村，紧紧依靠着西江干流的钱江段。我们抵达时，一位村民正在江边洗衣服。怎么没有用洗衣机把它搅一下就快一点啊？没有，这衣服太脏了，都是做农工的，那衣服脏脏的。那您平常在哪里做工啊？草莓地吗？草莓地啊，我在上面，老细草莓也在上面一点。种草莓需要大量的人工管护，但村里的大叔告诉我，这已经是相对轻松的劳作。早年间，他和村子里的许多青壮年一起，在周边的采石场工作了好几年，由于过度劳累，导致身体产生了严重的后遗症。在哪里打石头啊？上面那个山哦，很近的是吧？那白岩石的。那个石头是可以做瓷砖吗？还是干嘛？对，做瓷砖的，放炸药去炸的，炸了散出来就，还是自己搞的炸药，自己拿那个硝酸铵来炒来炸的，炸的裂出来啊。那裂出来之后还要再打吗？有些大的也要锤来跟一下啊，它搬不动啊，你太大了搬不动了。那搬那个石头当时是用什么搬的？用手搬就是。那不是就是好几个人一起搬一块石头？大概几十斤一块啊，50、60斤一块那种啊。怎么运到船上去啊？拿货是我们搬到货车上？以前是人工搬的吧，不过现在就不用人工。现在是用货车是吧？用铲车、货车什么都可以。以前是全部是人工的，哪里有铲车什么钩机以前。码头村的周边站立着一排排喀斯特山丘，挖机、货车、破碎机不停运转，把山峰夷为平地。喀斯特山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石灰石，这是制造水泥最主要的原材料，也是制造玻璃的材料之一。也正是因此，每在村镇移走一座喀斯特山丘，城市就多长出几座高楼大厦。刚才看到那辆货车直接从旁边的采石山，这边又有一辆，这里的货车它应该都是从刚才2公里之外的那个大型的石场把石头运到这里，这里再到码头，码头的话船就直接走向下游，走向广东去了。所以这个码头啊，它现在是一个专用的运碎石的一个码头。货车排着队在山顶领取石灰石，再一路沿着乡道奔袭，所经之处尘土飞扬，把沿路的甘蔗和桉树染成了白叶。停靠在西江边的货船已经等候多时，
只要装满，就顺着西江而下，驶向广东。95%都是拉石头的。就是从我们这里过的95%都是石头啊。现在基本上都是石头。都拉到广东去主要。对。那它的石头都是广西来的吗？基本上都是吧，都是广西的都。大叔告诉我，凡是逆流而上的，基本都是来装货的空船。至于满载而下的，绝大部分的船舱里装的都是开采的砂石。破碎的砂石通常由货车运向码头，但有时也会通过巨长的输送带直接倾倒进船舱里。在广西合山市的某个采石场，我站在西江干流的洪水河段，见证了这一幕。顺流而下的除了石料，还有沙料。洪水河段拥有丰富的河沙资源。我在河池天鹅县看到了一处合法的采砂场。在这里，采砂船停靠在河边后，利用输送带传到岸上。广西向外输送的资源不只有砂石。对于整个广西而言，桉树和甘蔗都是最常见的农作物，西江两岸自然也不例外。所以，广西是全国最大的木材基地，也是全国的糖罐子，一直在西南默默为中华大地做贡献。再过2个月就又到了1年1度的砍蔗季，会从12月一直持续到明年2025年的3月。又想起去年的时候，我们在广西这里拍摄一集关于甘蔗的选题，但是在重左，所以时间过得的确很快，但是有些印记是会留下来的。去年手上的被砸下的那个坑，到现在也成为了一个永远的印记，也是刻在我心里面的一个印记，告诉我永远不要去忽视一些事情，也不要去忘记一些事情。在路上看到了一个大型的宣传栏，上面写了糖罐子3个字，这就是糖罐子3个字的生长在地里的现实状态。那边就是洪水河，所以其实你一路走过来，路边的农作物它也是在变化的。到了这一段，它就是甘蔗和桉树永远的生长在洪水河边。甘蔗跟桉树，一个是糖料，一个是木料，然后再加上洪水河边的石料、沙料，它共同组成了地区和地区之间的关系，生产与输送，原料与建造。通畅的西江是货运量高居世界第2的江河，被斩断的西江则拥有巨大的水电价值。就目前而言，2个版本的西江分属于不同干流段。西江干流分为5段，从上至下依次是南盘江、洪水河、钱江、浔江和西江。其中每当有大型支流汇入后，西江的力量都会大幅增强，同时干流的名字也会改变。整条西江它经过的这4个省区当中，只有广西是这5段全部都有的。那么它为什么会变成呢一条江它的干流会有5个名字？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每当有一条大型的支流汇进它的时候，它的名字就会改一次。
南盘江和北盘江汇成洪水河，洪水河和柳江汇成钱江，钱江和玉江汇成浔江，浔江和桂江汇成西江。西江的5段干流全部都流经广西。浔江段和西江段水量丰富，江面宽阔，永远都有货船来往穿梭。仅在梧州设有一个常州水利枢纽。南盘江段、洪水河段和钱江段船只相对稀少，但是拥有足够的高度差，所以设立了10个大型梯级水电站，合称为洪水河水电基地。这是西电东送的标志性工程，源源不断地向珠三角输送电力。其中，大藤峡水利枢纽作为洪水河10个大型梯级电站的最后一级，在2023年全部建设完毕。除了发电，官方在总结这一事件时，还重点提到了10个字：调配西江水，润泽大湾区。2023年底，珠三角遭遇咸潮，结果刚建成的大藤峡水利工程就下泄水量4.5亿立方米，通过压咸补氮保障了大湾区的用水安全。毫无疑问，每一次斩断西江都获得了战略上的大成功，但同时也淹没了许多人的家园和土地。据人民日报报道，大藤峡移民安置工程涉及14340人。一排排新建的房屋坐落在大藤峡周边，并配套了公园、广场等休闲娱乐设施，丰富移民的日常生活。在某个安置区，一位已经搬过来3年的阿姨告诉我，被征用的房屋和耕地都得到了补偿，新家的风景也比老家好，就是缺少田地种菜。没有田了，没有田地了。是，我也在想，就是之前那边的话，可能我们有地种嘛，这里就没有田地种了。没有田地。啊，那这个都要自己买了，那就要。这个都去开荒，都去那边哪个地方有地方的，种一点点咯。啊，反正就是这里有一点点地就种一点。啊，是啊。还没久吧，10天就有了不？10天啊。反正10天没下雨啊。就有了。反正就只能从这里抽一点水用来弄了。这抽一点水的里，我没地方没有水了。啊。我没有水的，就是用这个水里。这应该是因为搬过来之后耕地有限嘛，所以像这边呢，可能本来是用作绿化的一些土地，现在就是用来种一些蔬菜。因为你种在这里的话，你肯定是需要基本的蔬菜的摄入的，蔬菜的种植。然后你又涉及到一个水源的问题，然后这个下水道盖就掀开，然后从里面可以拿到一些水源用来灌溉。整体的基础设施还有布局，相对于村庄来说，这里是一个更加宽敞、更加社区化的一个布局。然后刚才小卖部的阿姨也跟我说，住在这里风景它是会更加好的。不过他现在烦恼的一个问题是，也是这里所有的居民烦恼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之前的耕地是以43000块钱一亩的价格已经被征用了，现在的话就面临一个没有耕地可种的情况，所以我们现在才看到一些可能原本是生长绿化带的地方，现在长出了蔬菜。
梨賣，有冬筍賣，有冰菜賣，有蒜頭頭菜蘿蔔衣賣，有白冰賣，有香蕉賣，有百香果賣，有乾蘿莉賣，有冬筍賣，有冰菜賣，有蒜頭頭菜蘿蔔衣賣，有白冰賣。有香蕉賣，有百香果賣，有乾蘿莉賣，有冬筍賣。在河池的大化县，一位在洪水河边种玉米的大叔同样感叹大化水电站的修建淹没了许多肥沃的田地。大叔家8口人，在被淹没2亩耕地后，总共只剩3亩，人均不到4分地。我们在这里很辛苦的。对，太辛苦了。本来地就少啊，地就少又不平呢，又不平，然后也不是很肥这个地。对啊。就搞那个大化水电站，全都淹，那边河边那里都是肥的吧，种什么都好的，现在都水淹了。哦，就是他搞了个水电站，就是很多地就被水淹掉了哈。全都淹掉了。我们那个生产队都淹了几十亩了嘛。哦，对，几十亩都是好田的，一般在下面的都是好田的。事实上，洪水河10个大型梯级水电站当中的3个都位于大化县，分别是盐滩、百龙滩和大化。库区总移民超过10万人，这是全县总人口的1/4。很显然，歌颂伟大工程往往是容易的，但与此同时，也请不要忘记，每一个水电站的背后，都有很多人在默默地做出贡献。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盐滩水电站。1985年开工，1992年第一台机组开始发电。在它上面有更为硕大的龙滩水电站，在它下面有我们比较熟悉的大化水电站。所以你沿着整条洪水河从西到东走下来，你可以看见一系列的大型水电站，它们中的每一个单拎出来，在全国的范围上来看，它都是能够排得上号的。你看，就在盐滩那2个字的旁边，那里就有一个升船机，它的确是能走的。不过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最上面的龙滩它还没有接通，然后500吨的话，它的确那个体量也不够大，所以我们现在目前能够看到，在洪水河这一段，它远远不像西江的下游啊，到梧州那一段，到桂平那一段之后的船只来来往往非常的多，在这里依然还是船只很稀疏。其实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治水、用水的历史。在古代有大禹治水，有都江堰、京杭大运河、灵渠；在现代，50、60年代大建水库，80、90年代大建水电站，一次次的斩断江河，为农业供水，为工业供电。现在又重新疏通京杭运河，新建平陆运河，为经济发展提供水运渠道，一直连通大海。这些都是可以从历史书上看到的内容，但我现在更关心的是这些工程落在土地上意味着什么。50、60年代的那批水库，是不断的我们的爷爷奶奶辈，他们去出义工，去挑石头，去推车，靠人工建起来的一座座水库。而且除此之外，还有大批的水库移民，50、60年代那一批，70、80年代那一批，以及我们这几天所看到的近20年的那一批水库移民，他们是怎么样的离开自己的家园，然后获得怎么样的补贴，重新安置自己的房屋、自己的生产生活，但同时又面临耕地的问题。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跟这条江河相关，
我们一次一次的斩断它，一次一次的去利用它。将时间线拉长至千年，西江是一根连接滇黔桂粤的纽带，也是一条窥见时代善变的线索。依靠西江第一大港口的优势，广西梧州曾经是两广地区最重要的城市，历史上第一个两广总督府就设在梧州。百年商埠，八桂枢纽。而且这里有个表述是，从汉朝开始，一直到上世纪40年代，也就是说非常长的时间跨度里面，梧州都是西江第一大港。三总府在明成化年间是两广总督府、总兵府、总政府。在梧州博物馆可以看到祖上的确是扩过的，明朝时的繁华程度冠绝岭南。梧州骑楼城盛于上世纪20-30年代，22条街，560栋，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国内罕见。其实在岭南一带，你一个地方如果说看你祖上怎么样，它其实骑楼是一个非常标志性的建筑。所以你但凡大一点的城市，像广州、像汕头啊、像梧州啊，这些当时重要的交通枢纽的话，它都是会有非常大片的骑楼出现的。因为骑楼它是相当于是一种商住一体化的，它下面是商铺，它上面是住宅，也就是说你放在当下的话也是很好的商住楼。现如今，广州有一座白云山，梧州也有，并且在山顶建造了一座西江明珠塔作为地标建筑。梧州和下游的肇庆，官方都对外宣称自己是西江明珠。事实上，在广州成为两广总督府之前，这个位置先是梧州，或是肇庆。现在，两者都在努力发展，只为追赶昔日的自己。而在这追赶的背后，是经济中心从江河到海洋，从内陆到沿海的历史进程。热情欢迎外出打工的父老乡亲回家过年。非常巨大的横幅，因为这边就是广东方向，距离省界的话，最近的村庄，广东的村庄，它仅仅只有8公里的距离。而如果说等到过年的时候，其实是有大批梧州这边的父老乡亲，的确是在广东那边务工啊。然后如果他们是走汽车回来的话，很有可能就是会经过这条主干道。在400多年前，更常见的情况是广东人外出到广西梧州谋生，比如明末大臣袁崇焕，原本家在东莞，直到他的父亲沿着西江到梧州做木材生意，后来在此安家。事实上，当前在粤港澳盛行的粤语白话，最初的发源地之一也是广西梧州，之后才顺着西江向下传播。毕竟，话语权决定文化输出的方向。你看，从梧州开始，这边是梧州嘛，从梧州开始，它一直往下走的话，整个西江的区域里面，它全部都是以白话为主。你看广府片这里。但是，历史如同江水，永远都在流动。广西河山是一座洪水河边的小城，面积仅有360平方公里。2023年常住人口仅有9.51万，但却早在1981年就成为了县级市，因为河山全境73%的土地下都潜藏着丰富的煤炭。自1905年打下广西第一口煤矿井口，到2014年关停全部煤矿，整整开采了100多年。广西河山国家矿山公园，在这块碑上面，下面是中国红，上面是煤炭黑，如洪水河母亲之手，
这8个字重复出现了3次，就证明这座城市红水河就是它的母亲河，并且在最初运送煤炭往下游走的时候，它也是通过红水河作为主要通道的。巅峰时期的河山，煤炭出产数量位居湘黔月桂之首，源源不断地沿着铁路以及红水河流向全国。直到2009年，河山被列入国家第2批资源枯竭型城市。之前这里是个煤矿，是不是？对对，煤矿。现在没有开很久了。没有啦，那个现在矿务局的上马了。都没有的。那边有没有煤矿？全部都没有了。没有了。那个发电厂不是用煤的吗？用煤的贵州啊。用的贵州的煤。贵州的煤。就是这里河山已经完全不开煤了。不开了。那您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好多煤矿这里？有啊，有多吧，有东矿、柳矿、铝矿、苏矿、里兰矿、上兰矿，这么多矿岗。您刚才一下就数了6个矿出来了。那以前河山就是很多人的，很多矿。多吧，河山都好大的不？现在人迁出去了。没钱摘了。不要了，不要这个工，不要这个单位了。大叔刚才一口气就数出了6个煤矿。然后他告诉我，那边的河山发电厂它的确依然在运行呢，但是煤炭已经不是从河山的了，而是从贵州的煤拉过来这边。所以的确之前河山市它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非常强劲的市，在80年代以及90年代，但是它后来为什么又变成了现在这个人员比较稀少的状况，就是因为资源枯竭型城市。所以煤炭有一天它是会没有的，至少在这里是这个样子的。那么红水河沿岸的其他城市，它的石料、它的沙料，是不是也会有一天是会有限度的呢？停止采矿后，河山当地在几年前修建了一座国家矿山公园，作为100年煤都的纪念。原本这个国家矿山公园是用来完成一场纪念的，但是现在这个纪念物本身好像也成了一场纪念。江河流动，命运流转，城市之外，渡口的样貌也在改变。在西江两岸，从前最热闹的地方一定是渡口，因为集市总是设在这里。藤县的赤水渡口曾经每逢虚日就人流如织，不断有人坐船到这里趁虚。甚至设立了专门的虚渡船，方便两岸居民的日常通行。2022年11月，我来到赤水渡口时，依旧能看到名为933航线的虚渡船停在西江边。这里坐船可以坐到哪里去？我看有人坐船。坐船啊，这是人家自己那个伙食艇啊。哦，伙食艇。啊。哦，不是客运船是吧？不是，这里没有客运船了。对吗？管它叫虚字嘛。啊。然后对面会有船过来，那是乘船过去。做生意是吧？那现在怎么没有啊？就是陆路交通便利了，水路它就它现在只剩下货运那个陆地了。渡口已经停运多年，不再有客运服务，现在要想过江，只能依靠当地村民自家的船只。
束河码头遗址。这是一个村的名字叫做束河，然后之前这里有个码头。找到了，束河码头遗址。所以这里可以看出来，你看这里有非常明确的，这条是洪水河，洪水河之上束河码头，码头之上有一条老街。这里是河山的电厂。你看它这里就写的很明确了，在它巅峰期的时候，日泊各类船只40-50艘，在民国时期陆路交通不便，主要就是靠这个水陆交通运营，逆水而上到都安，顺流而下到梧州甚至广州等商埠，成为河山地区方圆数百里的商品集散地。也就是说，现在它是一个遗址，但在之前，也就是100多年前，它还是一个非常繁盛的码头。相比起赤水渡口，河山的束河渡口历史更为悠久且更加繁荣。一直顺着西江逆流而上，其实只要出了珠三角范围之外，你再沿着西江往上走的话，大部分时候都是这样子的。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渡口，它要么是已经停运了，要么就是成为遗址，或者说只是零零星星的一些人在那里乘坐。更多的时候就是这样，几艘静静的小船，它停泊在这里，其他空无一物，都是非常安静的。这其实很像城镇化的进程呢，越来越多的人力和资源向着一些大的城市行进。时代的进步有许多呈现的方式，在交通上，以前的人逢水靠船，逢山靠马，现在的人逢水架桥，逢山开洞。当山川湖海都能为人所跨越，天堑变坦途，就注定会有新的大型资源集中地走向繁华，也会有更早的资源集中地变得凋敝。生活在西江边，每年夏天都必须要面临涨大水甚至洪水的问题，以至于有些江边的土地都变成了季节性土地，导致村民不敢种长期性农作物。我在梧州的一个江边村看到了高高的堤坝，但是村民告诉我，每年农历的5、6月涨大水时，直接就冲着堤坝的顶部而去。年年都淹。那每年要淹多久啊？淹每年啊，那这个时候。哦，就是现在9月。这个时候还淹呢。9月份也有可能淹。有可能淹了。哦。不管它定的啊。那一年会淹多少次啊？会淹2、3次吗？哦，3次、10次都不定啊。每次淹就会淹很多啊。啊。那淹掉之后，那我们这些东西又要重新种啊？要啊。哦，那就白费了。没有收成的。这就是很明确的洪水留下的印记。你看那里的树上挂着的塑料袋，但是这还仅仅只是箱底的一些部分，它更高的部分的话，就是阿普他跟我说，整个堤上那里全部都会被淹没掉的，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它的堤坝建得如此之高，是因为真的需要如此之高。其实江边堤坝上贴有禁止种植农作物的标示牌，但另一方面，客观情况是许多江边村落的耕地都极其有限。如果村前是江，村后是山，分到每个人头上的地就更加稀少。从梧州逆流而上到桂平，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巨型停船场。有的停下来休憩，
有的停下来修理。这里是钱江和豫江的交汇点，周边存在着许多船厂和修理厂，为西来东往的货轮提供服务，以便继续运载更多的货物。密集的船只停在江面上，而在岸边，一个阿姐正在独自种蔬菜。买的要钱呢，要钱自己种一点够自己吃啊。对呀、不会游泳，不敢打鱼。一沉下就是那个像那个石头一样沉下去的，没办法。啊，要会游泳啊。会游泳就打鱼。那您一直都在家里面做农吗？对。啊，做农是最辛苦的。没办法，老了人就不要打工。啊，你之前在谁要人打工不是要40多，最老的40多，50都不要了。不要做农民了。做农民就是最辛苦的。很难找事的，做一个农民。耕地稀少的问题在西江上游的南盘江以及洪水河更加突出，因为全程都在各大山区间蜿蜒，除了江水就是山丘，看似美丽，实在生存不易。洪水河第一湾是东南县重要的4A 级旅游景点，站在观景台上一眼望去，美不胜收。这里应该是整个西江干流转折度最大的一个地方，洪水河从那边走过来，然后绕出非常大的一个弧度。这种景色就好像是值得印到人民币上面的那种级别了，太漂亮了，实在。那个水也非常非常的碧绿，跟西江下游完全不一样。这里实在是秀丽。但是西江下游的话就宽敞很多，水质就没有这么的好，没有这么的漂亮。但是如果继续沿着狭窄的山路蜿蜒向下，你就可以在河边看到长在石头缝里的玉米。这一幕带给我的内心震撼，远远超过洪水河拐过的大湾。真的是太艰难了，有一点点土地，哪怕是在石头缝里面，都要种上几棵玉米。就看到这样的景象的话，真的是会有很多感触。之前我们去过那么多的乡村呢，那么多的土地，会觉得农业生产的确非常的辛苦，但是到了现在这里，我们发现只有更艰苦，没有最艰苦。当时我还处在记录中国村镇的初步阶段，许多农业场景都没有见过，但在走遍东南西北后，我依旧能清晰回忆当时的感受。这就是农业意义上的寸土寸金。当土地资源极其有限时，江边的农民为了生存，要么下水捕鱼，要么上山种树。从东南县继续沿着西江逆流而上到南丹县和天鹅县一带，我发现大量的木材厂出现在了国道243周边，且都是以杉木为主。后来我才通过一位木材老板知道，这一带的人靠山吃山，江边两岸的山丘上都种满了杉树，哪怕是陡峭的山顶。我没有亲身参与过山顶种树，
但光是想象就能知道绝对很艰辛。老板还告诉我，砍树时同样不易，都是人工爬到山上锯断，在现场切割剥皮，到了运输环节，往往是先用挖掘机开出一条能供货车走的路，直到实在修不了路的陡峭之地，剩下的就要人力扛下来，或者借助马。最终木材会被销售到全国各地，珠三角和长三角都有。在洪水河边，耕地稀少的问题一直存在，但也有些问题是后续发生的。2024年4月，我在某地看到桥面上贴有醒目的危险警告，禁止行人通行，但是洪水河两岸依旧不断有村民来往，其中大部分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与小孩，看得人心惊胆战。如果你是像刚才那样骑电动车过来，一排走过去，它声音是非常非常的响的，就让人感觉到有一种不安全感。可能也是很久了，这座桥。这下面是一些水泥板，然后在下面是铁的结构，这应该就是补过的了。可能是之间有些水泥板它掉落了，然后现在用木板把它给填充起来。这就是非常危险的一段了，你看，下面就是至少有个7、8米深的洪水河，如果掉下去的话，这么深的深度，如果不会游泳的话，哪怕是游泳都会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毕竟垂直的距离也有这么高。就是现在都断完了，现在那个还有两条，这2条断就完蛋了，就没了。那我们就过去就很麻烦了。对呀，要过大桥路。现在他不修你没办法。是啊。应该修这个桥。应该要修，不然的话那边就是。人全部过这里都，人摩托车的全部，酒也过这里，摩托车也过这里。对呀，因为对面那里市场、菜市场什么都在那里，超市也在那里嘛。对呀。要是不走这条桥的话，其他还有哪里有桥啊？没有。没有是吧？我看那个是高速。那万国那边哪里个容易嘛？不容易啊。是，那条路是高速路是吧？不是，2级路。2级路啊。2级路。但是还没有修好是吧？还没有通车。还没有通车是吧？那你通车的话也不好走啊那边。不好走啊，哪里？你看那里没有盖路口，到那个还有那个1个公里，到上面小孩。掉下去是小孩在那里读书。村民们当然也知道这是一座危桥，但是如果不走这条桥，就要绕非常远的路。当天下午，我通过市民热线反映了此事。就是在2024年3月1日的时候，就是说在大化瑶族日县贡川乡贡川人行吊桥，就是洪水河情人湾旁边，这个吊桥呢，就是是由水泥板铺成的桥，然后现已破裂，然后已经年久失修的话，然后呢，那个政府呢也贴了告示，就是说禁止那个因为年久失修，禁止那个行人以及车辆禁止这个在上面行走，但是因为它这个相关的就是说附近的那个居民没有。就是说他也只能走这个桥，然后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是吗？是，所以就希望把这个桥给尽快给修缮好。好的，现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修缮好，是吗？是。几天之后，我收到了乡里一则非常认真且坦诚的回复，表示桥梁的确危险，几年来已经多次向县里申请资金维修，但客观原因导致难度较大，
接下来将继续申请。4个月之后，我在2024年8月再度来到这里，发现桥梁暂时还没有修缮。作为一个能力有限的普通公民，希望问题可以尽快解决。在西江的广西段，我看到了人与江河之间的无数种紧密联系，从一个山峰到一座大坝，从一座城市的命运到一株农作物的生长。但如果抛却这些关乎生存和发展的联系，人跟江河的关系也可以简化到在炎热的夏天玩水。沿着西江逆流而上，有人在支流立上遮阳棚烧烤、打牌、聊天，也有人在干流带上游泳圈，穿上救生衣玩耍。水深危险，不要下河游泳。水深危险，不要下河游泳。西江逆流而上广西篇的结尾，我想留给一段散文。它被刻在一块巨石上，立在天鹅县城的洪水河边。故乡，您终于代替了我的母亲。如果说过去我是因为爱母亲才爱故乡，那现在我则是通过爱故乡来怀念母亲。因为外婆、父亲埋葬在这里，所以母亲才要执着地回来。又因为母亲埋葬在这里，我才深深地眷恋这座村庄。为什么我在伤痛的时候会想起古里？为什么我在困难时刻家乡北望？现在我终于明白，那是因为故乡已经代替了我的母亲。有母亲的地方就能止痛疗伤，就能拴住漂泊动荡的心灵。其实是非常少见的。然后在洪水河边，我看到了一篇这样的散文呢，非常的动人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动人。一般很少见的，在这种江河边上，可能会有一些很大的一些叙事，或者说一些很正能量的话语填写在这里。但是这里在洪水河边，在天鹅县，我现在看到一篇非常非常温暖动人的散文。所谓家乡，其实就是由养育我们的一切所构成的土地、山丘、河流，以及我们所深切爱着的家人。有家可归，有人可依，就是莫大的圆满。